我是留日生活博主老孙，谢谢你经常收看我拍的视频。说到糖尿病，很多人都认为不吃糖就不会得糖尿病，往往容易忽略了发病信号。其实，糖尿病可怕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其所带来的并发症。糖尿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可以引发各种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肾脏衰竭，进而发展为尿毒症。糖尿病足以及心脑血管，如心衰和心肌梗死等多器官的疾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致残，如截肢和失明等，甚至死亡。根据临床数据显示，糖尿病演变而来的并发症和急症以及后遗症高达100多种。根据临床血管专家以及糖尿病研究学家指出，甜食并非是导致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和高发性血糖升高的主要诱因。在控制糖量的摄入同时，也需杜绝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类物质的摄入，避免这几类物质在体内通过新陈代谢激素水平和血液的运输转化成葡萄糖，增加患病的临床风险。实际上，糖尿病的源头已被揭秘，别再冤枉甜食了，请从饭桌上撤离下面4种食物。第一种，豆沙。临床上患有高血糖以及糖尿病的患者饮食原则应该禁吃豆沙类的滋补食材。豆沙制作过程当中会呈现大量的糖精和葡萄糖以及碳水化合物，一旦摄入过量，很容易出现高血糖严重增生或者代谢性血糖紊乱临床病变。第二种，年糕。糯米所富含的碳水化合物和葡萄糖超过糖尿病患者正常的摄入糖分指数。临床上，糖尿病患者大量摄入年糕超过机体代谢激素水平和肾脏过滤水平的运转活性，则会导致体内的血糖含量极度不稳定或者急剧升高，诱发高发性的糖尿病和高血糖。第三种，面条。根据饮食专家和养生专家指出，面条所富含的碳水化合物和含糖指数高达80，这2类物质进入体内会通过肠胃的蠕动活力和新陈代谢激素水平的转化功能，转化为葡萄糖以及糖精吸收入血，造成体内的血糖大幅度的波动或者紊乱。第4种，猪肝猪油。对于临床上糖尿病患者而言，立体的各项组织器官和肠胃蠕动活力，长期摄入猪肝猪油的滋补产物，会导致血管壁积累过多的葡萄糖和胆固醇，引起临床上高发性的冠心病和糖尿病足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几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糖尿病怕的食物。多吃这些食物就能赶走糖尿病。对于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药物之外，同样重要的是选对食材，控制好饮食。其实，在我们的餐桌上就有糖尿病克性食物。近年来，国内有一个口号叫把药房变成厨房，就是强调食疗保健的重要性。我国中医药学的饮食养生观念更是值得发扬。中国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他认为是药3分毒，也就是说，任何补药吃多了都会伤身体。但是我们平时吃的食物是绿色健康无伤害的。给大家分享一道粗粮，被誉为稀糖王，糖尿病可以多吃它，控制血糖更轻松，而且口感美味。糖尿病人对主食的选择一直比较谨慎，米饭面条等主食升糖指数都比较高，很多糖友都比较担心，而荞麦这种粗粮是糖人的福音。它富含膳食纤维，可改善葡萄糖耐量，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不仅升糖指数低，同时还含有芦丁，对糖尿病并发高脂血症、高胆固醇的防治很有益处。推荐食谱：凉拌荞麦面。食材：荞麦面条80克，鸡蛋1个，黄瓜150克，海苔适量，葱、盐、油适量。做法：1. 水烧开后，加入荞麦面条，煮5分钟，然后捞起沥干水分备用。2. 鸡蛋打散并煎成薄片，冷后切丝，黄瓜洗净切丝，海苔剪成细丝，切葱花。3. 另起锅，放入适量植物油、盐、清水，
在锅内烧开做成淋汁。3. 将荞麦面成碟，加入蛋丝、黄瓜丝、海苔丝，撒上葱花，再淋上汁便可食用。喜欢辣的朋友可以适量放点辣椒。吃荞麦的注意事项： 1. 荞麦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因此一次不要食用太多，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 2. 消化功能差、脾胃虚寒、经常腹泻的人不宜食用荞麦。 3. 为解决荞麦面口感粗糙、制作时容易折断、松散的问题，如果自己在家做荞麦面，建议糖人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鸡蛋、食盐，以增加面条的韧性和细滑。除了荞麦之外，很多蔬菜在降血糖方面也都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哪些蔬菜是糖尿病的克星食物呢？第一种，菜花。菜花清煮也能有很鲜美的滋味，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吃。而且菜花中富含矿物质铬能有效地调节血糖，改善糖耐量。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菜花不宜煮得过绵过烂，否则会导致营养成分的流失。第二种，豌豆。豌豆和菜花一样，富含铬，可促进胰岛素分泌。第三种，青椒。这是让很多人意外的选项。事实上，青椒中的晒元素能促进细胞对糖的吸收，令餐后血糖不致上升过快，可调节血糖。第四种，空心菜。有研究表明，空心菜能够帮助2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尤其是紫色的空心菜效果更佳。第五种，蚕豆。蚕豆中的膳食纤维丰富，这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餐后血糖值。第六种，圆白菜。圆白菜中富含维生素 E， 可以促进人体内胰岛素的分泌和形成，进而调节血糖。第七种，山药。这主要是从中医理论出发的考虑，中医认为山药健脾益胃、滋肾益精，而糖尿病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体的肝肾脾相关，正好对应。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就给我点个赞吧，顺便再分享转发一下，谢谢你的大力支持。